中午时分，食客蜂拥而至。负责揉面的是老板娘，八面玲珑的当娜姐。老闆娘，生炒骨飯凍奶茶，唔該。好，坐。開波，加多個煲仔飯。而风风火火、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，则是老板石宇冲。倒油、下料、爆炒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瞬间9秒9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。疯狂武士总算告一段落，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過。即係蟹炒腸粉嗰個嘛。今晚見，好，拜拜。此刻，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，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。夜幕降临，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廳搖身一變，成了預約才能登門的私房菜館。包包食咩飯？有酸有甜嗰個肉啊，咕嚕肉啊，係咪啊？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選項。酸甜好吃，秘密就藏在醬汁裡。山楂、番茄酸香開胃，蘋果、胡蘿蔔清甜爽口。經過冲哥耐心翻炒，5個多小時的熬煮，水果與蔬菜的精華濃縮，升華為風味獨特的咕老汁。里脊肉裹上澱粉，油溫準確控制在70到80攝氏度。低温油浸，接近熟透，倒入水果、洋葱等配菜，过油捞出，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。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，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，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，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。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，每桌必点。除了咕老肉，还有咕老凤尾虾。海虾的鮮甜迎頭撞上咕老汁，酸甜好吃，叫人頭皮發麻。咁啊嚟到咧，基本上就唔使諗想食咩餸咯，所以好開心㗎嚟食飯。家常的味道，温馨的氛围，风趣的老板，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。夜慢慢深了，送走老朋友，當娜姐依然停不下來，預定明天的海鮮食材。一條大英倉，2隻海花龍，10隻大元貝。你景好咧就通知我，我聽日嚟攞 ，OK？香港仔魚市場是本地最大的海鮮批發市場。凌晨4點，這裡貨如輪轉，燈火通明。阿邦是資深的海鮮買手，與丹娜姐合作了10幾年，每天來回2次，爭先搶購當天的魚貨。海鮮含有豐富的氨基酸和糖原，這是甜味的主要來源。越新鮮，含量越高，滋味越甜。呢隻夠大隻呢隻。相熟的檔主會預先留好貨，這些紅玫瑰是阿邦的心頭好。我係中意買呢啲啊，又冇骨，又鮮甜嘅啲肉。揀啲魚咧，揀啲圓身啲嘅，隻眼咧亮晶晶嘅。咁啊，攞過去咯，買份魚啦。好貨難尋，有些檔主會把好貨藏起來，待價而沽。有冇啲靚嘢？最靚嗰啲都係睇關係啊，熟啊，你俾到價錢去俾你啊。買手與餐廳之間的默契，只需要一個電話。喂，方娜姐，因為你訂嗰幾樣貨咧，幫你揀好啊，揀靚噶啦。咁你晏啲過嚟攞埋啦，好，唔該晒啊。為了確保食材新鮮，老闆娘15年風雨無阻地在市場淘貨。不同於買手阿邦的掃地式大選購，滿足餐廳全天的需求，
当娜姐强調精準二字。我條倉魚咧，係啊，揀起咗，大全部都係望一望。攞10隻咯，10隻。搞掂。咁樣咧就好有目的地咧，就呢度買啲，嗰度買啲嘅。我哋每一檔有我需要嘅一啲嘢咯，應該咁樣講。每個月，夫妻倆都會約熟客朋友吃一頓飯，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。為了今晚的聚餐，當娜姐備足了料。搞掂。夕陽西下，華燈初上，這是關於味道的雙向奔赴。肥美的鲳魚在熱油中浸泡，炸出透人的金黃。如果油溫咧如果唔夠高咧，會黐住嗰個鑊嗰啲魚啊，咪甩晒皮咯。最少都要100度。辣汁裡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，再舀上一勺秘制咕咾汁注入靈魂，酸甜辣鹹鮮，味覺層次分明，又融合得恰到好處。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裡，還有一道隱藏菜單：鮮墨魚膠釀油條。打成膠的墨魚，釀在酥脆的油條裡，帶來雙倍彈牙。尤其在咕咾汁的點化下，襯得它的鮮甜更為直白。精心準備的菜肴陸續上桌，渾身散發着誘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。手機先吃，當然是讓筷子先行，不然就辜負了老闆高速送他們上桌的苦心。獨自奮鬥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帶光環登場亮相。我哋話嗰個咕嚕改嘛。時間沉澱的味道，讓陌生人成了朋友。酸甜是味覺的刺激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的期待？陽朔以千姿百態的喀斯特景觀聞名於世，在形狀奇特的楓林中，卻藏着一種美味。蜂蜜是珍貴的甜味來源，曾經因為稀少，只能作為生活的點綴。追尋甜要付出苦，引蜂追蜂，這刻在基因裡的傳統手法，是養蜂人朱自強的必備技能。水溫那邊開了，拿開。哦，那我洗頭邊。哦，那都水蠻高的了嘿。是啊，就在那嘿。追尋野蜂靠的是眼力和聽力，沒有任何標記物。蜜蜂的飛行路線是唯一的指向標。這裡有蜜蜂飛啊！這裡，小心！好多蜜蜂飛哦，你們先上課啊！朱自強一路追蹤，好幾次丟失目標，在懸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個小時，最終還是找到了野蜂窩。果然有一窩吧，蠻大啊，這窩，好大的蜜蜂聲音，嗡嗡的。蜜好吃，蜂難惹。面對房子被強拆，野蜂開始反抗。哦，把這個眼睛給追了。這個蜜蜂太兇了。取一半，留一半，蜜蜂才能熬過冬天。朱自強要獲得穩定持續的蜂蜜，必須在人與自然的平衡中找到辦法。這個成果還是不錯的。留一點。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來就是甜。朱自強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。得了，可以了。就這樣放着給它自己築巢了，我們就不管了。那麼這個蜜的品質呢，和野生蜜蜂釀的蜜呢是一樣的品質的。全程不干預，放養式養殖，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窩。按捺住採蜜掙錢的衝動，耐心等候放置1年才開箱檢查。有點重，要慢點。這個野生來的蜜蜂啊，急不得。
啊，这箱蜜蜂来了1年多，繁殖的还可以，蛮大一箱了，可能有10来斤吧，大概。天然的成熟蜜，颜色如卵金，浓稠到闪闪发光。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，香甜可口，风味独特，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。甜。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，到处追花酿蜜。每年9到10月，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蜜源。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，花朵流蜜量大，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儿。蜜蜂以蜂巢为圆心，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。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，它们还需要采水，因此无污染的环境、丰富的蜜源、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。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，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。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，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。他贷款了200多万元，投入全部积蓄，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。然而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。投资大，负担大，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！所以你说好几百万，我们贷款的时候2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。从现在来说，还是技术支持的。父亲的担忧，朱自强心里明白，他只能加倍努力，让家人放心。为了提高蜂蜜播美度，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，不让它产卵，工蜂可以专心采蜜，不用采水喂幼虫，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，摇出浓度高、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。今天，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，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。哦，蛮重喽。现在慢慢了。可以。蜂蜜大丰收，晚餐要加菜。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。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，水中加入花椒、八角增香去腥，把五花肉整块煮熟，捞起。现在给它扎皮，磨点蜂蜜，为了给它松皮。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，肉皮发泡，呈现诱人的焦黄色，取出切片。一块芋头，一块肉，淋上盐、老抽、腐乳汁，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，才是地道的贵式风味儿。上锅蒸40分钟，反扣即可上桌。五花肉松软咸香，肥而不腻；芋头酥粉软糯，一夹即断。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，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。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，用盐、葱段、姜片、白酒做全身按摩，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。最后加点酱油，让它更入味，颜色也更好看。现在可以上架了，半个小时。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，绑在烤架上，用铁线固定，在炭火上翻转烧烤。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，鹅皮收缩，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，
防止焦糊。它是需要火候的，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，低温慢慢烤。大鹅烤到7成熟，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，就是刷9龙藤蜂蜜。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，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。但是一定要克制，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。表皮焦香弹牙，肉质鲜嫩多汁。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，这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。来喽！我要吃饭，吃饭。哦，好。哇，这里吃饭。我来吃饭，吃饭。哦，你跟奶奶吃饭了呀。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，多吃2口甜，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，给自己打的气。凌晨6点，姚玲夫妇上山了。今年第3批熟果等待收割。嗰位黃啲嘅摘嗰度啦。今日要割500斤喎，今日5·1喎，要割快手啲啦嚇。好咧。8點前，最新鮮的一批菠蘿就要送下山參加結業里神灣菠蘿節。快啲啊！神灣菠蘿是中山神灣的地標水果，除了直接把原汁神灣菠蘿就地正法之外，它还能用来做菜。神灣菠蘿醬就是老廣調味的秘密武器。把神灣菠蘿切塊打汁，慢火熬煮到變濃稠，加入蜂蜜增甜，神灣菠蘿醬就新鮮出爐了。酥脆的燒豬，流金的醬，就像流星一樣劃破燒肉的油膩，透出絲絲縷縷的清甜。在廣東，菠蘿在菜肴裡面的作用，就像醒獅最關鍵的一環——點睛。熱帶水果獨特的甜中透點酸味兒，奠定了粵菜在酸甜領域的獨特魅力。但讓菠蘿入職來到菜肴裡面，是老廣靈光一閃的劍走偏鋒。菠蘿蛋白酶是純天然的嫩肉粉。同時，果酸果糖也會滲入肉類和海鮮裡，最後只需撒少許鹽，就能帶出鮮果豐沛香甜的氣息。這就是酸甜的嶺南表達。啲菠蘿都賣得七七八八啦，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補翻啲貨。五一假期遊客最多，生意火爆，車輛停滿鴨髻山。排到山腳下幾公里之外是常態，趨之若鶩排隊輪候，時刻就是為了搶先品嘗時令的第1口酸甜。神溪村背山面海，陽光充足，雨水充沛，是神灣菠蘿的主要產地。3000畝神灣菠蘿因地制宜，依山而種，形成了景觀獨特的梯田菠蘿山。落邊啲菠蘿都賣得七七八八啦喎，你而家割咗幾多啊？我今朝5點鐘起身，而家割到1000幾百斤咯。姚玲家的菠蘿非常搶手，長在地裡就被預定，不用出鴨髻山就已經售罄。自然成熟的菠蘿外皮呈青黃兩色，摘下來就能直接進口，咬上去像引爆一顆甜蜜的小炸彈。至於果肉則爽脆無渣，連菠蘿心也是脆生生的。天然種植的水果，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，它們與種植農戶之間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風味密碼。日照比較強啦，同埋個利水咧都比較好嘅。最近都滾你啫嘛，
真種蘿蔔好辛苦，太遲啦！一嚟路開剝車開唔掂，我哋都係50斤啊，50斤咁托上嚟。育苗、種植、施肥到日常管理，夫妻2人親力親為。高山種嗰啲菠蘿咧，同埋嗰啲真係唔同嘅。一般情況下，咁多就夠㗎啦。種植距離有講究，植株過密，光照不夠；間距過疏，容易灼傷果實。遇到一塊石頭，就得少種10幾顆菠蘿。種唔到咪避開佢咯。佢田咧，起碼1畝地種3000唔到嘅。矛中人到嘅。喲，咩矛啊？你試下啦，田地種啊。山地菠蘿的產量僅僅是平地的1/2，一畝地只能種2000個菠蘿。菠蘿的生長期一般在18個月，而姚玲家的菠蘿必須種足24個月才收成。真係老身咧，菠蘿咧特別好入㗎，要時間你耗佢先得㗎。挑出果園裡一些個頭較小的菠蘿下山售賣，目的是吸引遊客來果園體驗採摘菠蘿。你點解有大有細嘅？點樣節揀㗎？啲人中意大隻，有啲人中意細隻，其實都係一樣咁嘅品質嘅。而家啲菠蘿都大量喺度出緊。哦，夏令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果園後院散養着上百隻金鴨鵝，周末給熟客提供限時限量的特色農家菜。菠蘿園早已是個立體的商業綜合體。姚玲帶着夏令營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蘿、嘗菠蘿，林哥則在後廚開火，準備大展身手。參考兒時泥燴雞的做法，他用黃泥搭建了燴雞窯，柴火熱窯，處理好的走地雞用鹽按摩，再用荷葉包裹，捲上锡紙，把雞依次放入窯中，焗45分鐘出爐。自產的菠蘿自然擁有標誌性的味道。雞肉煎到表面金黃，炒至調味後，關鍵是最後才加入菠蘿。高溫之下，盛大的菠蘿酸甜味兒一浪接一浪，層層疊疊拍過來，香氣襲人。菠蘿炒飯看似簡單，實則複雜。熟米飯提前用蛋漿撈勻，敷個全身膜，翻炒到粒粒金黃，就加入叉燒、豆角、紅綠黃3色辣椒，然後才到神灣菠蘿粒就位，花紅柳綠的配料通通成了龍套。沒錯，菠蘿哥就是這麼霸道。這個菠蘿炒的還蠻好吃的，3天更。食客大快朵頤，心滿意足。離開時已經是下午3點半，夫妻2人此時才能吃午飯。新鮮的包心生菜葉包裹煎熟的五花肉，用青菜的爽口、豬肉的豐腴、菠蘿的酸甜，治癒疲憊的身心。樸素的老廣用苦澀的汗水，對每塊菠蘿田都真誠相待。大地懂得這份純真，於是1年1度用峰回路轉的酸甜，定時回饋，從不爽約。